我想听听你關於禁摩的想法。禁摩托車是吧？對，這個我也想學習一下，畢竟你已經是準碩士交通準碩士級別了，我想聽聽你的見解。好，是這樣啊。我覺得這個摩托車就是我個人對摩托車沒有好感啊，我不喜歡摩托車，但是我覺得騎摩托車是別人的自由。但是摩托車要按照機動車來管理，就是跟機動車要對標。什麼叫對標呢？一旦這個摩托車發生交通事故，就是按照機動車。現在有些什麼騎士精神啊，騎摩托車那些人張嘴閉嘴騎士精神，騎個那個摩托車嘛，搁那個汽車之間來回竄，這就是騎士精神啊！一會兒說自己是機動車，一會兒呢開着那個摩托車胡亂竄，搁車裡面來回穿插，就是摩托車，騎別的不用禁摩，但是要提高摩托車的售價，降低這個摩托車的這個保有量。你比如說摩托車售價20萬人民幣以上，最便宜的都要20萬人民幣以上。這個提高轎車的這個銷量，降低摩托車的銷量，因為摩托車第一很危險，對於人是負收益，對國家也是負收益，因為騎摩托車死亡率太高了，你掛了就沒稅收了，對吧？這第二呢，就是這個摩托車不好管理，管理成本高，所以說呢，其實我覺得不用禁，就是提高摩托車稅率。我不知道現在摩托车稅率是多少啊？把摩托车稅率提升到500%以上，1000%以上，你當然可以買了，你自由的买。我聽懂了，但是我感覺我現在作為答辯專家，你的答辯已經失敗了，因為什麼呢？你只是從安全角度說了這個摩托車，但是電動車的速度已經和摩托車基本可以匹配了呀。這安全好像不是一個直接性的原因。我也很討厭電動車，我超級討厭電動車的胡亂竄。我同樣也討厭。那為什麼不禁電動車禁摩了呢？說實話啊，我覺得在這個城市裡面啊，這個電動車啊，我覺得這個存在的必要性也很低，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電動車管理成本高。第二呢，可以通過公共交通以及通过汽車來解決現在這個電動車這個需求啊，我覺得沒有必要有這個電動車。包括新加坡，對吧？包括這個世界上很多地方，它也是沒有電動車的。沒有電動車，社會照樣運行啊。那就是電動車的徵稅和你剛才說的對摩托車徵稅也是一樣的，是吧？我沒這麼說。我說這個話會得罪很多人，所以我就不說這個話。因為大家都沒有摩托車的，99%的人都沒摩托車，但是99%的人都有電動車，所以說我說這個話會得罪很多人的。但是一些微型的交通需求，它確實是需要像電動車。但是對於電動車呢，我有一個這樣，我重新連你啊，我說一下我對電動車看法，好吧？好，我說一下我對這個電動車看法啊。首先，這個電動車啊，首先騎電動車的人呢，必須得有證。為什麼要有證啊？你別急，我知道很多人現在就要開噴了，你別急，我說完。必須要有證，沒證就是處罰，可以按照無證駕駛的這個行政拘留來處罰。第二，電動車必須得有牌。第三，電動車必須得有保險。這3項是必須的。為什麼？因為很簡單，有證，有駕駛證，電動車駕駛證和有牌是電動車買保險的一個根基。你否則沒有保險公司，否則沒有保險公司願意給電動車承擔保險的，因為不知道這個人有沒有資格駕駛，也不知道具體到是哪一輛電動車。所以我現在對電動車最大詬病是什麼呢？就是說沒有保險。我可以這麼說，市面上幾乎100%的電動車都沒有保險。這個保險指的是第三者責任險，你被撞到了你就活該，他沒錢，那你只能自己掏醫療費了啊！而且被撞到了那個補償又特別少，補償少的不行。我來跟你講新加坡怎麼解決的啊？不，你先別跑題，我不是聊禁摩的問題嗎？就是那你說這些都是問題，對，你說的很對，但是為什麼要禁摩呢？但是你像騎摩托車，我没有說禁摩啊，我没有说禁摩啊，為什麼要禁摩呢？不需要去禁它，對吧？不需要去。那為什麼？你既然這麼說了，那我也改變我的觀點。我不知道你後面要聊電動車，我知道你要聊電動車了，我就不那麼說了。你也給我就是他倆是一個同類事物嘛，同類事物，基本同類事物，只不過就是對於他在那個城市交通內的角色不一樣，一個是機動車，一個是非機動車。好，
那你既然这么講啊，那我就說一下對於摩托車的看法。首先，我自己是很不喜歡摩托車和電動車的。那麼對於摩托車呢，我覺得要做到3點。第一，就是目前已經做到了嘛，要有牌，要有駕駛證，要有高額的保險。記住了，是高額的保險。第四，摩托車的噪音不能超過多少分貝？比如說不能超過40分貝，不能超過50分貝，應該是50分貝吧？50分貝就是一個背景噪音嘛。我們日常生活也是50分貝的噪音。如果超過這個分貝了，你這個摩托車就是不合格的。就出廠的時候就不應該超過這麼多，超過了就不允許出廠。比如說摩托車時速在100的時候是不能超過50分貝的一個噪音的。舉個例子啊，有可能是60分貝，就只要不吵到別人就可以了。另外呢，路上的所有的交通工具，無論是什麼車，無論是摩托車還是這個電瓶車，必須有巨額的保險。請注意的是巨額的。來舉個例子啊，你知道新加坡怎麼解決這個保險這個問題了嗎？在新加坡，所有上路的汽車必須有超高額的保險。多少我如果沒記錯啊，應該是100萬新幣的保險。100萬新幣大約是500萬人民幣的第三者責任險，必須要有，沒有的話上路是非法的。那這個是新加坡人跟我講的啊，這不是我自己搁這瞎說的。新加坡那個新加坡牙花富婆跟我講的。為什麼要有這麼高的一個保險呢？就是要保證出事了你能得到足額的賠償，能夠保險覆蓋風險。那麼我為什麼這麼詬病這個摩托車和這個電瓶車呢？就是這個摩托車和電瓶車撞到人了，全憑運氣。你要是運氣好，他有錢給你治；運氣不好，你就他媽活該。你甚至你被撞了半身殘廢了，半身不遂了，他也沒錢給你賠。這個可不行，必須要超高額的保險。你買不起這個保險，你上路就是非法的。說的很好，說的很好。但是我就是想聊聊禁摩的問題，就是刚才彈幕也有問的嘛。先是說一些淺層的原因吧。一個就是安全問題，像你說的嘛，他喜歡見縫插針，還有就是有一些 robbery， 就是有一些騎着車 robbery 的人搞 robbery。你怎么這麼喜歡聊摩托車？摩托車是個小問題啊，這個是有多少人騎摩托車嘛？這個比例太少了，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啊。因為你想。這個我又不，你騎摩托車嗎？你骑摩托車嗎？我騎電動車，但是電動車挺好騎的，在校內，說實話，而且在這個微型。你要聊電動車唄，聊摩托車啊，摩托車沒什麼好聊的，受眾太小了，聊了大家沒感覺。你聊電瓶車唄。我覺得電瓶車其實和摩托車承擔的交通功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只禁摩不禁電動車，這個我其實也是有一些意見的。就是我覺得要是如果能開放摩托車的話，它比電動車安全呀。就是雖然說在交通在道上安全差不多，但是它一個是充電，一個是這個加油嘛，加油肯定是比充電要安全的多。但是我也是有很多不理解，就是為什麼要禁摩，而且就是某地是唯一一個禁摩的地方嘛。這個你了解嗎？對，全世界只有某地是。我對這個話題我不感興趣。我覺得人人都應該開汽車，也不應該騎電瓶車，也不應該開摩托車，應該人人都開汽車，一人一輛汽車。馬上又有人說了，是你個人扯犢子，哪有那麼多錢買車啊？降低車的稅率啊！一個車子的成本才多少錢嘛？把稅率降低了，一個車就是鐵皮嘛，一個鐵皮加一個加一個發動機，再加或者加一個鋰電池組，一個汽車才多少，成本才多少啊？對不對？人應該開汽車，汽車更安全，也更易於管理，也能增加更多的稅收。汽車的需求也會更多，洗車是吧？車輛美容，車輛維修，車輛保養，對吧？那個汽車的產業鏈能帶動更多的就業，而且汽車人人為自己的交通負責，也不需要公共交通了，人人為自己的交通負責，這樣效率才是最高的。那麥下有人說笑死我了，你看看人家韓國怎麼解決的，那不就是人人開汽車嗎？這怎麼笑死你了？你其實很搞笑，多出去走走吧，別整天擱自己家1畝3分地。你們都不買汽車，汽修工護塵風怎麼來生意？馬上又有人說了，裝不下那麼多輛汽車。我的天哪，就是說，就是有些問題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困難的，沒有什麼是不可以解決的。主要是私家車太多了，城市交通承擔不起。麥下有人說不用說擁堵了，有那麼多地方停嗎？那你休停的地方啊，你廢話，你不休停的地方，當然沒地方停了。你還能聽得見我說話嗎？我聽得見你說話，當然能聽到了。降低汽車價格啊，舉個例子啊，比如說一輛
這個汽油車啊，1萬塊錢，新车1萬，二手车3000、5000的，人手一辆啊，怎么了？那日本的不就是那种什么 K car 吗？很小的一个，就跟我们面包车差不多，比面包车小一半，便宜的很，人手一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嗎？那骑電瓶車你騎麻了吧？这里我要反駁一下你。我不反對你關於電動車的觀點，就是世界上關於汽車都是在往減少私家車出行的方向努力的。為什麼要減少私家車呢？這是我覺得很扯淡的地方。我一直其實不認可公共交通的。就是你前幾天授予你本科學位的你的觀點，就是汽車擁堵無法解決。無法解決唄。這是我們收益和成本要進行對比啊。你不能因為一個缺點而否定整個計劃。對吧？它無法擁堵就無法，擁堵是無法解決的，但擁堵只會發生在核心區域啊，非核心區域擁堵個毛線吶。但核心區域它擁堵正常啊。你看一下 SC， 你回答一下 SC 的問題吧。好，讀一下 SC 啊。你回答一下 SC 的問題。讀一下 SC 啊。這個護生萬古說，那外賣員怎麼辦？外賣員騎摩托車送啊。或者說開車送也可以啊。那美國外賣員不就開車送嗎？韓國不就騎摩托車嗎？對吧？那怎麼辦？那按照自己的工作需求來找辦法啊。老張說怎麼連麥？開直播，點左下角的 PK 輸入我的名字就可以跟我連麥了。有什麼問題嗎？公共交通什麼叫公共交通？我也回答一下剛才 SC 的問題啊。香港，你先說吧。你說。香港送外賣都是騎自行車，然後還有那個步行的。另外麥下說，他們也不是都騎電動車。好，麥下有人說民眾出行成本呢？有啥出行成本？你給我講講。不就油嗎？那油不能便宜點嗎？我發現你這個你解決問題對吧？我們要這個擁堵我就要說一下。擁堵我要說一下，就是不只是花費油，現在的擁堵解決不了的問題是主要是時間問題。這個是大城市的這個行，就是在時間上，時間其實油都是次要的，一個是時間，一個是排放，一個是能源，一個是這個道路空間。不要說時間問題，再就不要說時間問題，次生傷害就是不，你說這個都不是問題，市場都能解決。你這就純紙上談兵沒意思。就是要人有車堵。你說市場怎麼解決？好，我來跟你講怎麼解決啊！因為你畢竟基本上沒工作過嘛，你也不知道這個市場是怎麼運行的。我來告訴你啊，人都要有車，人有車就堵，你說吧，就堵，堵怎麼了嘛？堵它是正常的。那如果說你說那堵了，那我着急上班怎麼辦？那你就去坐地鐵。那這個時候地鐵就要私有化了。那坐地鐵可以啊，是吧？坐地鐵就不堵了。那你就要權衡利弊了，對不對？是你開車去上班划算，但是要堵車，還是坐地鐵去上班划算，但是不堵車，而且坐地鐵去上班也不用自己開車，而且還舒適。為什麼呢？地鐵車廂你可以像深圳一樣，對不對？弄2節那種有座椅的車廂，不允許站人，又能掙錢，又能解決擁堵。怎麼了嗎？你們感覺到很驚訝嗎？紐約就是這樣做的，這裡很驚訝嗎？這有什麼好？深圳就是這樣做的，你覺得很驚訝嗎？紐約就是這樣做的，你覺得很驚訝嗎？我想補充一下褲子的觀點。我再跟你講一下，新加坡也是這麼做的，知道吧？開車，你人都可以買車，車子不需要限號，人都可以買，你就堵好了。堵了，那明明有其他的交通方式可以選擇。我說了嗎？說完了。喂，還能聽得見我說話嗎？我聽得見，一直聽得見，你不用說聽不聽得見。人人都有車，他是不對，OK， 你不要着急啊。就是你說人人都有車這個願景啊，其實是不符合現實的，因為它的收入結構是不支持的。剛才你說那個 K car，就是相當於咱們的老特嘛，那個已經是屬於違規的，上道違規的，就是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有私家車。要人人都有私家車的話，這個社會的基本運行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了，就能真的堵死你。對，真的不要當別人的爹媽，然後不要當別人的爹媽，就是你不要當別人的爹媽，你不要把別人當。你等一下，你停。我發現你很喜歡當別人的爹媽。不要打斷我吧。對，我要打斷你，為什麼？別人是傻子嗎？他買車不會考慮堵不堵嗎？人家沒腦子嗎？另外，我再跟你講，我們有我們的 K car，感謝福爾摩斯的星河入夢，感謝
我们有我们的 K car，50宏光 mini 见过吗？跟 K car 差不多，甚至比 K car 还 mini 还小，大概3-4万块钱。那个3-4万一辆那个吗？对，3-4万一辆。3-4万一辆。怎么了？人手一辆怎么了？没问题吧？有什么问题吗？另外，如果像你所说的，没问题，人人一辆，城市都堵死了，堵死就堵死呗，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就是说城市堵死了，首先这个城市它会收到，首先这是不可能堵死的。那你说了一个，就是你臆想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这个城市堵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会拒绝去買車了，因為買了車也使用不了，所以說它會有一個閥值的。其次大家如果真買了這麼多車，我就讀閥值，因為這就是節目效果，這就是節目效果，這就是節目效果啊。大家有一個閥值的，到了這個閥值之後，大家就不會去買車了啊。如果說真買了這麼多車，那當地政府都不知道收了多少稅了，他就更有財力去解決擁堵問題了，修更多的高架，建更多的路，修更多的停車場，對不對？這是相輔相成的。來，我再給你舉個例子，你當年你小的時候，汽車保有量才多少？一個城市汽車保有量可能連5萬台都沒有，現在一個城市500萬台。按照你當年的，如果時間倒推20年，那你肯定無法想象汽車保有量擴充100倍是什麼樣子。可是事實上是什麼？現在一個城市500萬輛汽車怎麼了嗎？也沒啥問題啊，也沒見街道上到處都堵死啊，僅僅是交通樞紐堵而已。所以說你說的這個根本就不切合實際，紙上談兵而已。這個我要反駁你。這個你要說不堵的話，你要說小城市不堵，確實是不堵，因為它保有量確實還沒有達到。別說小城市，我在成都，成都汽車保有量接近600萬輛，我就沒見成都天天堵。車上我說句實話，除了早晚高峰就沒幾輛車。是，哎，這個堵的時候其實就是以早晚高峰為那個為指標去研究的，平時的平峰它不堵是正常的，就是在早高峰你為什麼要開車啊？的時候堵，你活該堵啊，對吧？堵死你，活該！誰讓你開車的？我早晚高峰我有車我不開的。那我買車還不是主要就是為了，還是以通勤為目的出行。你管他買車的目的是什麼？跟你有什麼關係啊？哎，這個是客觀事實啊，這是客觀事實。那不一定啊，這個是通過調查的。通勤不一定是早晚高峰通勤。不，這個是一定的。通勤又不一定是早晚高峰通勤呢，也許是節假日出去玩呢。那上班時間是什麼時候啊？上班時間他可以坐私人的地鐵去啊，私人地鐵是不堵的，就像紐約一樣，紐約不就是這樣嗎？難道你買了車你就要去紐約市區開嗎？誰跟你說的？不，這個屬於詭辯了。這不是詭辯，這不是詭辯。來，私家車交通出行，你看你私家車交通出行上就是以通勤和上下學為目的出行佔絕大多數。這個是一個客觀事實，不是我臆想出來的啊。好，那麼你可以這麼去幹，沒問題，但是你承擔不了這個成本，因為這個成本會非常高。這個成本包括但不僅限於停車成本以及時間成本。舉個例子，人人都可以開車去紐約市，你可以開無數的車去紐約，沒問題，你把紐約堵死都沒問題。但前提是，你不可能去專門為了堵死紐約而開這麼多車。第二呢，你去紐約你得有地方停，紐約的最低停車費是12美金1個小時，你停得起嗎？你停不起。所以說你說的都是正確的廢話，實際上大家都不會這麼幹的。我舉個例子。不，我在成都，你說的這個邏輯有點問題。來，沒有問題，來，你讓我講完。我在成都，我是不會早晚高峰開車去上班的，或者下班的，我是不會的，有我也不會。為什麼？你不要以個體的例子去反駁，要反駁大數據。我講完嘛，我馬上就講完了。為什麼 ？OK，因為我知道非常堵，就堵得你完全沒有辦法正常工作。那我會怎麼做呢？我會去趕地鐵，去擠地鐵，因為地鐵雖然說擠一點，但是能夠準時到。這就是人，就是客觀事實會改變人的行為的，但是在你的設想中，人的行為是一成不變、不改變的。你說完了嗎？說完了。喂，你說完了嗎？說完了。OK， 一個我想反駁你的地方我知道了。我說我想反駁你邏輯的地方是，一個是你不要以你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整個交通出行的大數據，這個就是屬於你在邏輯裡面經常提到的，就是以偏概全嘛，就是屬於幸存者偏差，對吧？對，因為你也不用有這個全職工作，有早晚上班的需求，也沒有上下學的需求。再就是稍等，有個超感摩托，感謝校長是校長，感謝小張總超感摩托，感謝小張總，感謝啊，感謝。你接着說。我接着說，就是你像說你人人都買私家車，首先這個是從收入結構上不允許的。
再就是说，人人都有私家車，那堵就堵去嘛，这是你刚才说的是吗？但是你想，他已经堵成那个样子了，他还要去买车，这也是不现实的呀。对吧？所以你通勤在拥堵衡量方面，就是以高峰来进行衡量的。但是我想支持你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买车这个拥堵，咱们这儿不，就是我说别的地方吧，别的地方就你说我以点盖面是吧？来，你说我以点盖面。来，我的弹幕里面帅气的史蒂芬说，我在上海2辆车，我上班坐地鐵。我的直播间弹幕已經不止一個人說我有車，但是我上班坐地鐵。就是現實情況會改變人的。但是你彈幕裡面更多的人說是每個人都有買車的權利，這是對的，這沒問題。但是你看彈幕裡更多的人說，戶子你擠過地鐵嗎？我當然了，我以前就是上班的。就是還是你說人人都買車，首先就從我知道你以前上班，就是以前的人不是以前的人，就是現在的人的收入結構，他也不支持人人都買車。當然了，肯定人人都有車肯定是好事啊。怎麼不支持啊？就是因為車有好處，就你很搞笑，怎麼不支持啊？你把這個車的這個稅率降低了，一個車子一個車子1萬多2萬不就行了嗎？來，我再讀個 SC 啊，我再讀個 SC。來，這個哎呀，我這怎麼老卡啊？這希爾頓也不行啊，這怎麼香港這希爾頓也不行啊？我還說住個好點希爾頓呢啊。這個是黑子無價多少錢一晚上？稍等啊，黑子無價，黑子總說，美國2.8億輛汽車，算下來不就將近1人1輛了嗎？快親親我護子，還有我的寫真呢。好的，感謝黑子總啊。對，這個美國就2.8億輛汽車啊，不要說什麼這個不切實際，那個不切實際。等汽車保有量真這麼多了，基礎設施必然會改變的。不要以靜態的方式來思考啊！你搁學校待的時間長了，你這個現實情況會改變人的行為的。不，你聽我說，哎，你又搞這一套，我能接着說了嗎？說啊。OK， 就是你也說了吧，美國是有2.8億輛汽車保有量嘛，但是他們的這個交通基礎設施和咱們的交通基礎設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想支持你的一點是什麼呢？人人確實都可以有私家車，這個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什麼？我以日本為例，你買車之前一定要有車位證明，還有就是你配套的，對，就是你工作的地方要有車位證明，就是你不能買了車你沒地方停，那這個就是擁堵問題，很大的幾率都是從這個方面來造成的。好。再就是你剛才也針對電動車和那個摩托車。好，先停，我先回答你這個問題。來，我先回答你這個問題。來，先停啊！我直接再舉例子啊，直接就打你的臉了。以成都為例，成都買車是不限牌的，隨便買。在成都你甚至你不是成都的，就非常簡單就能買到成都的這個車牌號，非常簡單，沒有任何門檻。難道成都人人都買車嗎？這個限號和限牌啊，這個限號限牌。沒有，成都不限牌，成都是限號，但是一周只限。這個是非常不。你先聽我講，你別急。就是成都是不限牌的，隨便買，一個人隨便你買多少輛。但是成都人人都有車嗎？不是的，成都大概只有600萬輛機動車，但成都大約有2500萬人口，也就是說機動車保有量不到1/5。也就是說，你即使讓大家隨便買，大家也不會來隨便買的。因為每個人的實際情況不一樣，有些人負擔不起，或者說有些人考慮到我其實並不需要用車，打車也能解決需求，對吧？就是放開汽車，讓人人都買車，其實也並不會人人都買的。那你說完了？說完了。我說人人都要買，我說人人都要買私家車是剛才從你一開始說的那句話為基準，我來接着說的。我不是真的說人人都買私家車怎麼樣，就是我說的就是說，要是買車的話，最好有嚴格的管理。現在的管理力度我覺得是不夠的，對司機的震懾也不夠，還有就是入門考試其實也是不夠的，因為很多司機他沒有達到這個所謂合格的司機的標準。交通事故還有交通擁堵，你也知道這個幽靈交叉口還有這交通蛇的事情，就是交通駕駛者的駕駛行為其實是造成擁堵的一個最主要原因。然後就是這個車位的問題，咱們你也說停車位不夠是嗎？就是咱們賣車的肯定跟搞交通的它是兩個部門。行了，好了，這個下面就講太細了，就沒意思了。你還有什麼觀點？沒有了。沒有是吧？好，讀個 SC 啊，我讀個 SC。我有個小德總說，買車不一定為通勤，還能提高結束單身的幾率。對呀，
其實就以我身邊的例子为例，以前我上班嘛，对，以前我上班開車，就我周圍的同事啊，開車上班的沒有幾個，包括我領導也是，有的時候開車，有的時候坐地鐵，為什麼？因為早高峰太堵了，你開車你根本就按時到不了公司的。好，再見啊，拜拜，